法国热到40度，英国也接近40度。这些年啊，天气变化真的是朝着越来越奇怪的方向。这个祈福湖啊，真的自从放养了几只黑天鹅以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族群了。你看，它们游过来了，成双成对，又往回去了。这两只形影不离啊。这个地方来了好多的大天鹅，还有一只漂亮的狗狗。嗨，大家好，现在已经下班时候了，已到黄昏时分才出来骑下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又要避雨，又要躲高温啊。现在这个高温天气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成了话题啊。比较极端消息就是法国热到40度，英国也接近40度。而对于以前没有那么热的地区，也没有装空调的概念，就像广州就不用装暖气一样的，只是每个月有那么几个礼拜稍稍的感觉到气温有些难熬。无论是广州人冬天感觉到的冷，还是现在欧洲人感到的热，基本上其实都是一般1-2个礼拜就过去了。但今年的气温呢比较异常啊，就迟迟都是热浪滚滚，使得欧洲的那些处于高纬度地区的老百姓来讲，从来也没有这么难熬。那么这些国家还是老百姓呢有一些传统的想法啊，觉得不应该装空调。就人都是很难改变这些老习惯，就可能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旧的习惯，甚至有很多并不科学啊。那么在这种热浪滚滚的时候啊，有说法国紧急向中国订购了3万台空调。我不知道这个3万台空调运到了法国，是不是这个热浪啊已经过去？那明年热浪会不会再回来呢？也无人得知。但整体来讲呢，这些年啊，天气变化真的是朝着越来越奇怪的方向。尤其是每年呢，温度持续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担心说以后南极洲啊那些冰层如果融化的话呢，将来更糟糕啊，甚至有些海里的岛国，像马尔代夫这种国家都会被淹没等等。希望这是杞人忧天吧，但是呢，可能也是一种事实。我自己觉得呢，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是人类对于地球啊开发过度，人口增长过度，所以人类的发展是牺牲自然环境，尤其是把这个地上原本深埋在地下的石油、煤，还有各种稀有金属等等超量的挖掘、开采啊到坑里。所以这个是无解的。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各国的政府还在号召要提高人口，要引进人口啊，并且为了这些移民弄得不可开交啊。最近很多国家开始反思
已经持续了10几20年的移民政策，因为移民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好的经济，反而现在都陷入一种经济比较微妙，甚至有可能会衰退的这种局面。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加拿大目前就这么一个境况。那么左派的政府原本主张引进更多移民，那无非就是2个目的啊，一个就是需要更多新鲜的血液，更多的劳动者来为那些老去的那代人买单，让那些社会福利呢有着落。当然还有政治上面的需求，需要外面的移民支持引进他们的这些左派的政府。但是经济呢在转坏啊，整个通货膨胀加上的低成长率，使得老百姓的兜里钱在缩水，什么都贵啊，尤其是房子变得很贵。据说有很多加拿大人要花20%以上的钱来支付他们的房产，当然这里面主要是他们的房贷，那还有可能就是他们需要支付房产税、房屋的维修基金、管理啊等等。那这样的高比例的这种付出是无以为继的，尤其是前些年这个开始提高利率使得5年一个周期，一个房贷还款周期，那些正好卡在这条线上要更新他们的贷款的那些人，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利率。这样的话，他每个月少则支付几百，多则支付几千。对于现在失业率高企，工作不好找整体中产阶级在下层的这个年代，老百姓痛感生活不易，这个就是背景。那虽然说很多年以前大家就已经提出来要用新能源来替代这些煤啊、油啊，总之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对策，不要过度的消耗自然的资源。但是虽然说现在以电车，就是电动车来取代，好像成了一种趋势，但事实上呢，也有人提出，在整个的电动汽车的制造环节其实也存在着更大的污染源。这些当然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只能是道听途说，也具体搞得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不管是哪种车，哪种能源你只要老百姓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就肯定会去开采更多的能源，那肯定会消耗更多的能源，使得这个地球上面资源会越来越紧张。由此你发行更多的货币其实也就是会造成物质的匮乏，最终呢就是通货膨胀。大概这个就是一种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就是老百姓首先会生活在一个不是很安定的环境，自然环境的改变像这种声音现象，这种自然的气候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面对的高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经用。大概也就是基本的一种状况会维持很久，甚至也没人保证会不会发生
每过10多20年就会来一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啊，使得很多以为自己挣到钱、以为自己的房产资产增值的家庭，突然之间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然后世界的经济又会重新洗牌。那当然更可怕的是地区的战争扩大化啊，就像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到最后到现在还是相持不下啊。那谁肯定也不愿意败掉，但是假如真的一个大国受到这种灭国的危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真的什么极端性都有可能会发生，而且战火有可能从一个区域蔓延到更多的区域，那会不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人可以说100%这些不会发生。说来说去，人这个社会它就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这么一个社会，而且它又分层次远远不可能公平。那这个利益的斗争，大家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些对资源的掠夺，或者说占有，由此呢就会造成更大的冲突。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就是一个貌似和平的年代，但实际上也是危机四伏的这个时代。现在呢，已经是天有点暗下来了，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多云。现在应该是5点多钟，并没有到天要黑的时候。我就在村里随意的骑车转转吧，今天只是活动一下而已。这些天呢，发了不少视频，其实我都不愿意发，但是为了保持每天发一个视频这样的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承诺，所以就把这些开车外出在路上看风景的视频凑数发了出去。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会有一些朋友观看并且点赞，这算是一种鼓励吧。等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再骑车，或者呢去到一些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去走路漫步来给大家多拍一些这样的视频。现在呢，我就来到了祈福湖的边上因为我也是听到村里在说，祈福湖因为连日下雨了，水位升高，所以这个湖面显得更加开阔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准备去看一看。现在这个时候出来骑车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么暴晒了。虽然现在气温还是30来度，但是体感上面并没有那么热。好，我们现在准备走到湖边去看看。湖边还是有很多人在这边乘凉休闲这个10点呢没有太阳所以大家在外面就还是有阴凉的地方。但是应该回家了吧？6点应该回家做饭我们就要吃晚饭的时间了。海雨蓝，你没有一点礼貌哦。
今天这个湖里面好像还挺多的黑天鹅，从这个栈道上去走走。这里有2只黑天鹅，它们是成双成对的。这个湖水水位好像是高了一些，但是也显得比较浑浊，下雨下多的缘故吧。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边就多了。怎么有那么多的黑天鹅？1、2、3、4、5、6、7、8只黑天鹅。这个祈福湖啊，真的，自从放养了几只黑天鹅以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族群了。但是都是应该成年的黑天鹅，没有看到那种小天鹅。也是成了祈福新天一景了。我在这个湖里面还看到了小乌龟，还有很多锦鲤啊，蛮大，1尺多长，起码有。那边还有一些是什么？白色的是鸭子吧，还是鹅啊？然后更远的地方也有几只黑天鹅在湖里游曳。虽然天气看上去黑云压阵，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正好是适合出来骑会车，在湖边走一走啊。哇，这个湖水真的涨得蛮高了。这里呢，以前是一些小游艇的码头，你看这个水基本上跟这个小码头平齐了，怪不得有人说祈福湖长大了。这边还有2只天鹅，正从我这边游过来，还是非常优雅的。但我好像没有看到祈福湖有白天鹅，有白天鹅也很美的。你看，它们游过来了，成双成对，又往回去了。这2只形影不离啊。正好我可以在这边看看。这边有3只，那边有鸭子，白鸭子，还有一些像鸳鸯的鸭子。黄昏时分，就在村里这么走走，就感受一下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氛围。大家还是需要有这种悠闲的环境，让自己能够放松。这其实也是过日子的一种吧。虽然说时间很宝贵，但是也不能把每1分钟都用于工作或者挣钱。人活着还是要放松心情啊，让自己保持愉悦。那最终呢，我觉得还要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才行啊。有时候人是会羡慕这些湖里的像天鹅啊，其他的候鸟，还有其他的生物自由自在，而且他们应该没有像人那种有思想会抱怨，他们其实活得更为平淡平静。
这两只天鹅挺漂亮的。它那个黑色的羽毛，但是身后呢还是有几片白色的羽毛。以前好像看到视频，它有时候把自己的小天鹅就把它藏在自己的羽毛里面驮着走。可以看到它的两只爪子像桨一样的这边滑动，而它的身体，它的羽毛完全是可以浮在水上，毫不费力的游泳，很神奇的动物啊！好，我们继续围着祈福湖稍微再转转啊。所以不管天气多热啊，也不管是不是每天下雨，大家还是可以找到出行的时间段啊。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就非常好，只不过呢，这个一个多礼拜还是天天有天气预报是下雨，有些时间段呢甚至是暴雨，所以确实出去骑行并不是特别适合的时候，而且对身体也不利，所以大家参与活动。你看这小朋友们人手一个单车，都是那种运动型的单车，应该叫3D 车吧。应该孩子们已经放学了，或者说也就只剩最后几天了吧，才会迎来一个长达差不多2个月的暑假啊，这是对学生来讲最美好的时候，但是也是家长们开始头痛的时候。这个侧的篮球场啊，你看啊，还是有教练带着一些孩子这边教他们打篮球。2岁以上体能篮球启蒙，50元起，我看到2000元20节啊，大概这样的费用。小孩子从小接受这些体育的启蒙，并且让他们喜欢运动啊，我觉得对他们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从这边再来看看这个变宽变大的祈福湖。我看南边已经是乌云密布了，看来今晚一场大雨是跑不掉的。很棒，这边有人在唱歌。这个边上的儿童小朋友玩耍的一个水池也灌满了水了，可以在水里面纳凉。前阵子路过祈福新村的大会所，
就是普华路上面的了。那个大会所很大的标语啊，打的广告，水上乐园已经开张。就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水上乐园，我相信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去玩。感觉还不错，我已经围着几幅湖差不多骑了一圈了，还是有些凉爽的感觉。这个时候很意外啊，比较凉爽，不会出汗，又可以看到很多村民在湖边休闲活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也是很多人生活的一种本真。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啊。那反过来讲，在一个屋村，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的村民有这样广阔的这种大家休闲的地方，包括公园啊，那我觉得呢就稍微的差一点啊。指福新村，一个是本身这个屋村占地面积非常之大，人口呢也有20-30万的规模，但是具体到底多少不清楚，就是大家就认为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屋村。这个屋村里面呢，它有无数个组团不同的社区，居住的各种各样的老百姓。但他们共同需要的或者共同会面对的就是自己或者家里总会有老人慢慢的老去。那怎么才能够在这样的晚年能够过一个比较舒心的日子啊？当然首先第一条肯定是家庭和睦，尤其那种几代同堂的，没有太多经济上面的纠纷，大家守望相助。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首先必须要满足的。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呢，还是自己一种心态，就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地方来了好多的大天鹅，还有一只漂亮的狗狗。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这个起伏湖边，它是这种休闲的一种状态。其实很多的人应该都是跟我年龄相仿，甚至有些年长于我的退休人员。我觉得最重要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不要老是想着时日无多，也没有必要去想着以前曾经的辉煌，为家里头挣了多少钱，支持子女，养活全家等等。就不同的年龄段它应该有不同的乐趣，或者说要有不同的这种心态才行。所以呢，我觉得放平心态，积极的生活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过一个晚年的生活。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这是我一再跟大家的提议就是适当的锻炼身体，起码让自己保持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有用有必要。那我就上一个坡准备从这边骑回家去了。感觉天突然就黑了下来好像已经飘掉了几滴雨，也可能很快就要下大雨了。感觉现在已经有点起风了天上的乌云也越积越多了，想必很快就要下雨了。
然后刚好应该是可以赶到雨下来之前回到家里啊。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不少的言论啊，尤其是比较集中于那些已经退休或将要退休的人们，他们移居到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他们还有澳洲啊、新西兰等等。最近好像开始出现一种潮流，就是回国潮啊，或者说想要回到他们以前这个熟悉的啊，但是在外面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又变得比较陌生的地方来养老啊，或者说有一种说法叫地理套利啊，就是利用一些相对比较富裕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啊，这养老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当地来讲都是微薄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活学活用，把那个地方的养老金1、2千、几千块钱美金加币的钱拿到中国来用，又利用中国的地区的差异，你在中国可以去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养老的地方，应该还是可以更加宽裕的来过他们的退休的生活。所以最近呢是有这么一种动向啊，我觉得背景呢应该也是跟他们在当地已经过了挣钱的黄金岁月了。另外呢，最近这些国家不约而同的都陷入通货膨胀，对于年纪比较大啊，只有一些退休金固定收入的人来讲呢，生活也是不易啊。或者说你也想过得潇洒一点的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好了，我已经快要到家了，果然你看，天上的乌云已经要把整个的天空给遮蔽了。在一场大雨之前回到家，洗个澡，准备吃饭。这也是退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每天让自己尽可能的动起来。虽然有时候不得不选择更容易出行的时间，避开风雨啊，还有目前就是要避开酷暑，让自己的身体呢不至于产生更多的负担。但是每天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当中适当的锻炼一下，那我觉得最能保持自己活力的一种方法。好了，祝所有的退休和将要退休的朋友们，大家晚年愉快啊，身体健康，生活开心。我们今天就分享到此，改日出行再会，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